你是否曾思考过，我们的意识究竟有多强大？思维的力量能够塑造我们的未来，决定我们的健康，甚至影响我们的人生高度。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探寻生命的奥秘，而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掌控，更在于对自身意识的深刻认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意识、思维、健康以及自由的关系，一起探索这些深邃而又充满力量的话题。我们的思维是很不可思议的，它永远都生动、鲜活并极为敏锐，它会对我们的内心需要做出反应，从而产生各种思想。那些有价值的思想正是成就我们未来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能从平凡走向卓越，从贫穷走向富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把钥匙，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等待着我们去取出，来打开我们内心的宝藏。意识对于整个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反映出世间万物的存在，并且永无休止地创造出新的事物。人类正是由于具有意识这种强大的力量，才成为地球上最具智慧、最有创造力的生物。思考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人类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就在于懂得思考。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凡是经过我们缜密思考的事，都有可能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结构都是不同的，这就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力量。所以人们参差不齐的智力水平可以追溯到个人身体的组成细胞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在天空和大海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如何通过急速光缆传递信息，如何使用吸尘器将灰尘清除干净等等科学技术。人类也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卓越发明，其中有许多至今还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智慧的力量，人类的力量。生命的奥秘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课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寻这个深奥的课题，因为有了对自身更多的了解，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平和、更愉悦、更健康。古往今来，为了寻找让人长寿的灵丹妙药，许多心存幻想的人长期乐此不疲地试验研究。哲学家们甚至还梦想过有一天人类会成为万物之主，随心所欲地支配世间的一切。然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惨遭失败。翻开他们留下的那些早已陈旧的手稿，可以看到里面记载着无数幻想家们在希望破灭时忍受的巨大痛楚。千千万万这样的先行者们为寻找人类的幸福做出了贡献，但最后他们都没有取得成功，而是以自己的惨痛失败告诉后人，这种幻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体格，以为通过防疫、消毒或者仅仅依靠节食、斋戒就能健康长寿。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错了。真正能够拯救我们身心的力量，不单单是来自外在的防护，更重要的是来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的思维。一个人只有拥有健全的心智时，才会拥有健全的体格。我们所需要的健康饮食，并不必模仿圣人们的习惯和喜好，因为时代不同了，生存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对古人的身体有用的东西，不一定真正对我们的身体有同样的作用。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身体具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我们体内的物质分分秒秒都在不断的更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衰亡和再生。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更新变化，使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健康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增加新组织、清除老化废弃组织的这个过程中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任何一方倾斜都不能达到健康状态。人的心理原本是很平静和谐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心境无疑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美妙礼物。然而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仇恨、嫉妒、好胜、自私、尖刻、战争、自残、谋杀这些阴暗的种子却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我们，使我们心生烦恼。
人体内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衰亡和新生，我们摄入的食物乃至吸入的空气都被转化成身体所需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发挥身体的更新功能，使身体保持和谐状态。我们的大脑每思考一次，或者身体每动一下，都会使许多细胞衰老甚至死亡。正是这些不能再发挥作用的细胞累积起来，贮存在我们体内不能化解，以至于破坏了我们的身体系统，使我们遭受病痛的折磨。如果任凭恐惧、愤怒、焦虑、仇恨、嫉妒这些消极情绪占据我们头脑的话，它们就会制约我们的思维，并影响我们身体各个部分的正常运转，新细胞增加的速度缓慢下来。与此同时，细胞老化、死亡的速度加快了，结果我们体内原有的平衡就被打破了。食物、空气和水是我们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3要素，然而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那就是生命的元气，也就是人的生命力。我们的每次呼吸不仅供给身体所必需的氧气，也给身体注入了充沛的元气，从而使我们富有生机和活力。这种能使我们焕发活力的元气远比食物、空气和水重要。人可以40天不进食，3天不喝水，1小段时间不呼吸，但人如果失去元气的话，就1秒也不能生存了。元气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呼吸不仅供给我们身体所需的要素，更供给了我们生命的灵魂。有这样一种在印度广为流传，而在其他国家却鲜为人知的说法：我们正常的呼吸每一段时间都是在一个鼻孔中进行的，大约1个小时用左鼻孔，然后另1个小时又用右鼻孔，如此循环往复。从右鼻孔吸入的气流带着积极快乐的因素，会传送到我们右半边的身体，而从左鼻孔进入的气流则会被传到左半边的身体。之后，这2股气流才借助神经系统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一般来说，在节奏均匀的呼吸过程中，呼气所用的时间是吸气所用时间的2倍。比如，如果吸气需要4秒钟，那么算上呼与吸之间的短暂停顿时间，呼气就需要8秒钟左右。呼吸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体内自然磁场的平衡，所以人需要保持顺畅而均匀的呼吸，这对我们的身体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印度的智者们认为，通过呼吸，我们不仅获得了可感知的物理能量，还获得了生命的元气。这种元气是生命存在所需的最重要的能量。有了元气，别的能量才能被我们的身体转化吸收，而元气正是在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从我们的身体流进流出。像人类一样，其他所有的生物也都是通过呼吸获取生命的活力。当缓缓地深吸一口气时，我们就从身体的最深处与大自然做交流，从与它们的交流中获得生命最基本的能量。如果没有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交流，我们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并不意味着无视一切准则，而是要与准则保持一致。毫无疑问，自然的法则是公平而慈祥的，偏离这些法则就不会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在于有意识地遵循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所愿，和谐快乐的生活。澎湃的河水只有在河岸之间流淌才是自由的，河岸的存在使它能履行一条河流所背负的使命，从而造福一方。可见，只有遵从一定的限制，它的自由才能创造出和谐与繁荣。一旦河床升高或水量急剧增大，洪水就会溢出河岸，漫过村庄，造成破坏和损失。这时它也不再享有河水那种欢快流淌的自由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条河流了，它成了洪水猛兽，需求刺激行动，行动带来进步和发展。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使人类每过10年就会有飞跃性的进步。有一种说法毫不过分，人类在过去的20年里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进步，而我们在刚刚过去这个世纪里的成就比以往那个所有时代累计的成就还要卓越。尽管人们的品格、性情、爱好千差万别，
但他们却无一例外的要受到某些规律的制约。这些规律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作用力，就看你本人能否认识并运用它们为人类造福。我们的想法是思维运动的产物，而人的思维总是要遵循思维法则的，就像原子引力要遵循物理定律一样。我们的意识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而思考则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能量释放出来。创造力是我们的意识里所具有的一种神奇力量，它使我们的各种想法在大脑中相互作用，并产生出的新念头。这个创造新念头的过程如此奇妙，以至于往往只有聪明人才能想出好点子。人的意识含有某种思维特质，使得各种念头能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中孕育出大脑中从未有过的新想法。意识必须具备这种特质，才能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自发地产生新的思想。意识所具有的这种伟大创造力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与生俱来的宝贵财富。一旦你拥有了它，你的命运就会得到真正的改变。然而，人如果到了茫茫太空，他的创造力就无法施展了。意识的特性决定了人的这种神奇的思维能力只能在生机盎然的地球上才有用武之地，才能产生有实际效用的想法。我们的大脑不断吸收、储存自己的新想法，并不断地对其加深理解，从而使我们的意识越来越丰富并得以发展壮大。这些意识将指导我们不断地充实自己、改造自己，以达到理想中的状态。意识能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是一个庞大的、发散的、相互交织的复杂体系。一切意识皆来源于这个复杂的体系，所以我们要懂得合理运用我们的思维能力。意识是人体的精髓，它能与宇宙中任何事物的精华相媲美，并且毫不逊色。人类的意识甚至具有其他事物难以企及的功能，它能决定人的一切活动。拥有这种强大而又无穷无尽的意识能量，人完全可以做到博闻强志，无所不能。你想要做的事，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运用你强大的意识能量去实现。真正能发挥出意识的巨大威力的人，将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将能够一手规划，创造出自己的未来。请你记住意识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利用你的意识潜能，为你自己创造幸福的人生，为人类做出杰出的贡献。自然界中有千千万万的花儿，它们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然而无论看起来如何不同，它们都无一例外毫无怨言地朝着太阳盛开，怀着持久绽放的美好愿望，让太阳赋予它们更多的生机。这是自然界永不改变的规律。在阳光的呵护下，每一朵花都在努力吸收生命的养分，使自己看起来娇艳欲滴，闻起来芳香四溢。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怀着生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往往都是极为强烈、坚定不移的。人活着就意味着要一年年的老去，然而如今的社会对年龄却怀有普遍的偏见。我们的思维对年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反应模式，以至于一提到某个年龄，我们头脑中就会相应地浮现出一种形象。比如提到20岁，我们的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形象，那种意气风发的青春韶华是那样令小女孩陶醉与向往，又是那样令不惑之年的人们缅怀与回味。提到30岁，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浑身散发着成熟魅力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正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富有激情和活力。他们正处在开始组建家庭、操劳家事、养育儿女的时期，生活是痛并快乐着，既辛苦又甜蜜。提起40岁时，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人的生命历程的顶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生活质量也都有了质的飞跃，人生感悟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正所谓人生40而不惑。接下来尽管我们仍然会满怀期待，斗志昂扬地走下去，
我们的人生之路却已经不可逆转地延伸向了无尽的黑暗的深渊。当然，绝大部分人都能勇敢地面对年龄的老去，往日的风光也许随之飘散，但整个人生应该升向一个更高更远的境界。活过半百时，我们就踏上人生的下坡路了，这是人类不可改变的生命规律。也许不久前的辉煌还未曾远去，仍能照亮你前进的道路，滋润你的心田。然而，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人又无一例外地对前方那无尽的黑暗心生寒意。60岁时，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令人心灰意冷的深谷入口处了。我们无法抗拒命运的一切安排，只能着手准备去度过这段人生最后的漫长而又略显凄凉的旅程。步入了70岁，我们将会皱纹满面，带着对未来毫不确定的心情，静静地等着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常常从心底里感激上苍让我们这样长寿。如果我们能活到80岁，那就是十分宝贵的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所有的街坊邻居，甚至所有我们能够碰到面的人，都会对我们顽强的生命力产生敬意。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平常的日子并不是十分好过。比如，我们常常会因为突然的碰撞或者神志不清而给自己带来不小的伤害。现实真是这样吗？人的年龄和人的价值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我们不禁要责问一下自己。很显然，这条强加于人们的残酷标签应该被彻底废除。思维的力量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当我们学会驾驭自己的意识，发挥创造力，遵循自然法则，我们便能拥有真正的自由，迈向更加和谐健康的人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也希望你能用自己的智慧书写属于你的精彩人生。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